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关于咨商师的一个统整吧。心理师的职业经验啊、年资啊这些有没有什么差别？我想，当然有些时候比较年长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我们会觉得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会比较好。但是我也看过非常多，其实可能他们的年资非常的长，但是也许经验没有这么的好，又或者是他们在临床上跟个案互动的经验还是有差的。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还是回到于你自己。这是跟你自己有关，这是你的心理治疗的一个历程。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跟这个心理师不 click， 就是我觉得我跟他就是连不上，我在说什么他都不听，然后他常常在跟我训话，每次我一跟他说什么呢，他说的话比我说的还要多，然后我都觉得我好像就是坐在那里听一个长辈在跟我训话，觉得我好像回到小时候我妈妈在念我的那种状态。但不管他有多少的年资，他让你感觉到不舒服 ，that in and of itself is enough， 就是不是很舒服的一个证据，那就不是太好的一个心理治疗的一个状况，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也许那就不适合了。至于心理师的背景、文化、语言会不会有差异呢？我想是会有的。例如说呢，身为亚洲人，我们的亚洲成长的背景就是我们会以家庭为重，然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这个所谓的长幼阶级的这个部分，这个其实是深植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所以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常常会不自觉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甚至在跟自己的另外一半，我们应该是 equal， 我们可能是应该是互相互等的。但是可能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不自觉的，我想要压过你，又或者是我觉得我必须要以你为主，然后去牺牲我自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了解我们文化背景的人，可能就会告诉你说你这样是不好，你这样是不对的。而在能够了解我们文化背景的有经验的心理师，像我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就会先帮他们点出来，你从我们这个系统下来看，能够去看见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去帮他先了解你的潜意识是如何操弄你，去如何影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你现在有这样子一个人际关系，然后再慢慢的去帮你看见，那你真正期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你觉得你希望的所谓的平等，在你眼中的定义，所谓的平等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而这里头会不会有很多其实是来自于自己缺爱的部分？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从自己的部分来先做起。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要如何好好跟另外一半去表达，我希望你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跟我相处，这样我们彼此之间才能够感受到所谓的爱跟尊重。而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很深很深的去了解自己跟在过去啊文化啊系统、家庭整个部分的这些系统观下面去看，我们才能够知道的。如果不能理解，常常就会变成是一个 pathologize， 就是我们容易会被病理化，就是说啊，你这样是不健康的，你的妈妈管你这么多是不好的。我们知道那不是太好，但是这就是我的环境，又或者是对我知道在你眼中这样不是很好，但是我又觉得我有孝顺的义务，所以我不想要被说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的时候，我想有一个能够了解你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做的心理师，会让你比较有一种我被理解的感觉。我想这个部分是会有差的。而在语言方面呢，也是的。我们在临床工作上面有发现，很多人其实在讲不同的语言的时候，是会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而当你用自己习惯的语言，尤其是母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表达一些事情上面，还有包括自己的情感啊，是会有差的。跟你们讲一个小故事，之前我有经历过跟一个女强人工作。跟我相处的过程当中，我看到的都是非常强势的她，也非常的 demanding， 非常的就是有气势的、很有气场的一个女强人。但是呢，当我看到她跟另外一个男性主管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因为他们不只是性别上面的差异，还有包括他们彼此讲的是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我发现他瞬间的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语言对我们产生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当我们回到自己母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男尊女卑的一个状态来互动，又或者是
哦，我们必须要有阶级的一个方式来互动，而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隐微、非常微妙的一个部分。如果对于所谓的语言啊，或者是文化背景不是很了解的心理师，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抓住这些比较隐微的部分，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帮你去多看到自己的这些比较潜在的一些变化。在什么情况下我才会觉得自己的心理治疗是有效的呢？心理治疗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个人的经验，应该这样说。一开始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可能先做个大概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去感觉一下你在过程当中觉得，我的心理师能不能听懂我说的话？我的心理师会不会 judge， 或者是跟我之间我能不能够有一种比较坦然自在的去跟他说话的感觉？还是我每一次讲话的时候我都不自觉觉得自己好像很紧张很害怕，或者是觉得我只能呈现某个样子，就是只能说我很好，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这样做非常的棒。而如果我说了我没有做哪些功课的话，他就会一副生气的样子。试着就透过这几周呢的方式，一起合作的方式来去跟了解一下，然后顺便去跟你的心理师调整你们之间工作的一个步调。例如说，你可能可以去告诉他说，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想要 focus 的部分，又或者是呢，我哪些东西对我来说，哪些议题是我很想要谈的。通常我会以个案为主，也就是你想要谈的是什么，当然是以你为主，而不会是我为主。但是我会告诉你，我觉得哪一些议题是重要的，有哪一些事情从你提出来的一些议题当中呢，我会去提醒你说，也许这跟你的家庭是有关的，也许这跟你的过去的那些经验是有关的，也许这代表了某一个部分的你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也许我们适合去多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部分。那当然也会依照你的准备度，也就是你的心理准备度来去做调整。如果在那个当下你觉得我一点都不想要谈我家人啊，我今天只想要谈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跟我讲我家人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家人很好， then that means there's no point for us to talk about that。 当你还没有准备好去谈论你的家人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适合去硬要去谈论这个议题，我们比较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状态来去做调整。而这是当你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你必须要去了解你的心理师是会依照你的状态来去做治疗呢，还是会依照他自己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的方式来帮你做治疗。当然你自己最终还是必须要回到你自己，跟自己有一个对话，去询问我在这样子谈话过程当中，我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被尊重，然后在谈完这些过程当中，我跟其他人之间的互动，我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样的不同，去了解一下，去多看看自己的这个部分，也许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心理治疗。就先跟大家谈论到这里，主要就是跟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相关的一些部分。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留言，那我会尽量的一样帮大家回复哟。那我们下一次见了。